王爷，您回来了。怎么了？今日又是哪位大人宴请王爷？您这身上的酒香都要让妾身醉了。温俊，原来是小侯爷家的酒啊，怪不得如此。王爷王妃，热水已经备好了。我们不可再如此。王妃，您脸色怎么这么差？是身子不舒服吗？他在说谎。温俊今日分明出城郊游了，而他身上的脂粉香，分明是宋诺儿常用的味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想来是走得急，所以掉在了某个地方了。王妃，这耳坠是在王爷脚边找到的。那女子是你妹妹，我在府中时间不多，可叫她多来陪陪你。好，都听王爷的。那时的我有多欢喜，如今回想起来就有多可笑。是我亲自留她在府中小住，也是我亲手引狼入室。王妃，您在数什么呀？数日子。成亲2年，他极少碰我。原来他的体力全是留给宋鸟儿的。王爷，我们要个孩子吧。夜深了，睡吧。王爷，我们和离吧。为何？不为何。那便如你所愿。妾身谢过摄政王。小姐，侯爷会不会生气啊？王爷那么好，您干嘛要和离呢？王爷今天清晨连面都没露，连和离书都是于侍卫转交的。不论父亲生气与否，这和离书都拿了，他总不可能再添着脸把我送回王府。那王爷到底哪里不好了？因为他心里早就装了别人。是谁啊？大小姐，您回来了，侯爷在书房等您。小姐，胡管家居然叫您大小姐，王爷肯定是提前通知侯爷了。无碍，范儿，你先带着大家把行李搬回我的小院。小姐，去吧，我先去见父亲。听说了吗？大小姐和离了。好好的王妃不当，偏偏要闹和离，侯爷怕是气疯了。侯爷，小姐来了，进来。女儿给父亲请安。既然回来了，就在家好好待着吧。是，女儿告退。小姐，东西都搬完了，摆设都没动过。姐姐，你是要去见父亲吗？是。那你快去吧。是，妹妹告退。小姐，诺儿小姐今天好冷淡呀，一直盯着地面，看都不看您一眼。大概是地上有金子吧。真的吗？咱们侯府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傻丫头，走，带你去醉香楼吃香酥鸭。你们知道吗？摄政王之所以和离，是因为看上了钱王妃的妹妹。若是喜欢，为什么不直说？钱王妃是个大度的人，她一定会同意的吧？这你就不懂了吧？有些人就喜欢这样的。公子，这群人胡说八道，王爷他怎么会是这种人？妻不如妾，妾不如偷。他月少之，可不就是喜欢偷不着吗？公子，那侯爷要是知道了，父亲若是知道了，那他定会高高兴兴把诺儿嫁过去。您侯爷会这么做吗？半年前，月少之看着挪威时那专注柔情的眼神，好似世间唯此一人，我早该看清的。我就说宋英这王妃做不了多久，
你们输了，这顿饭可要好好请我。小姐，这李心柔太欺负人了，奴婢去替您教训她。别了，惹了事会受罚。你也不想以后每天吃咸菜烂叶子是不？那咱们以后抓到机会再教训她。那是自然。小姐，我们这样回来会不会被发现？小姐，奴婢不要吃咸菜烂叶叶。小姐，侯爷要见你。父亲，女儿自知扫了您的脸面，想搬去山里的宅子住。哼，如今你倒是学会先发制人了。你的确丢了侯府的脸。女儿不敢。既然想去就去吧，好好想想，岳少之为什么会不要你？明明是我不要他。是，女儿告退。小姐，刚刚吓死奴婢了，还以为老爷要把奴婢带去小黑屋惩治呢。现在知道怕了，快收拾行李，明日一早我们就走。走？去哪里？小姐，侯爷发怒把我们赶出府了吗？我们要出家常伴青灯吗？奴婢还没嫁人，还想吃肉呢。放心，依你，不让你当尼姑，定让你有肉吃。姐姐，这是我亲自做的，路上吃点。谢谢。姐姐，你怪我吗？父亲就拜托你照顾了。真好吃，小姐也尝尝。下了毒的。逗你的，味道虽好，可惜我素来就不爱吃甜食。小姐，奴婢回来了。这位大哥也是你从山里采回来的？他迷路了，口渴想讨碗水喝，奴婢就带他回来了。多谢。在下霍琛，见过宋小姐。你见过我？5年前在龙甘居当铺前，你将一个肉包子送给了一个乞丐，那人是我。一个包子2文钱，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我1两银子总是有的吧？钱没有，用我本人抵债可以吗？我带了嫁妆，可以入赘。小姐，他是要入赘呢。张嬷嬷，把他给我带走。给我2日时间考虑考虑。好。快收拾行囊，今日就走。为什么呀？小姐，你不要姑爷了吗？这位嬷嬷，我是来入赘宋小姐的，还请通传。这位公子不好意思啊，我家小姐出远门了。出远门？她去哪里了？我只是一个奴婢，哪里敢询问主子的去处？你若想找她，可往南去。大哥，嫂子好像走了。怎么能骗我呢？为了给她留个好印象，我特意把胡子剃了，还洗了花瓣澡。到底是哪里不招她待见了？大哥，要不还是别装了，直接把人熬回家。哼！你想让老子孤寡一生？可很显然，宋小姐对儒雅不感兴趣啊。可那岳少之平时就是那副调调啊。他算个球，他们不过是因为利益关系才成亲，根本就没感情。所以，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追！小姐，咱们为什么不直接回府呀？我若是回府，这婚事不成也得成了。侯爷会强逼您再嫁？我虽是下堂妻，但只要有人自愿娶我，且那人对侯府有利益可图，我那父亲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我打包送走。小姐，您在看什么呢？我以前总庆幸自己嫁给了岳少之，他府中又无公婆，我原以为他的冷淡和不过问是他给我的尊重，可我错了。他和宋脑儿的事就像是狠狠甩了我一个耳光，仿佛在笑话我这个摄政王妃不过是个自以为是的空架子。那对狗男女当真可恶。好了，去让后厨中午烤份大的猪蹄子。好嘞。有贼！你哪位？
没中。去叫护卫。别喊，是我，霍真。是准姑爷。哎，把准字去掉。霍公子为何不走正门？我若是走正门，你又逃走怎么办？我来，还是那句话，请宋小姐娶我。从这里直走左转，恕不远送。好，我走了。这位公子有点子大病。小姐，准姑爷好听话啊。不许这么称呼他。奴婢知道了。送你的。你为什么摘我的花？啊，这是你种的？不然呢？抱歉。小姐，霍公子正在墙角挖坑呢。你在做什么啊？我把花给你埋回去。你是打算让他们入土为安吗？都断了根，埋回去能活？抱歉，是我的错，我一定赔偿宋小姐的损失。这花叫霁月芳。记得了。去拿个花瓶把它们供起来。是。我要睡了，你快走吧，不许走正门。好。小姐，霍公子是在讨好你呢。我知道。那您怎么还对他冷冰冰的？我在月少之身上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这婚姻之事，我是实在提不起半分兴趣了。说，谁让你们摘他花的，害得老子丢了大脸。大哥，这方圆几里哪有好看的野花啊？我们也没想到宋小姐当场就认出来了。那花叫霁月芳，现在就给老子去找。要是娶不到娘子，老子就把你俩塞进军营里去。老子得把身上的汗味洗干净，不能让他嫌弃。你怎么又来了？还你的花。这不是霁月芳。妈的，又被那两个兔崽子坑了。你等等我。小姐，侯爷让人递了书信，催您立刻回府。收拾行了，回府吧。宋小姐呢？回大少将军，百日里侯府来了信，小姐已经坐马车回城了。这女人，走都不跟老子打声招呼。大哥，这城门都关了，咱们明早再入城吧。哎，你说大哥娶个媳妇儿怎么那么麻烦？要我说，直接绑回家不就行了？非要在人家姑娘面前装斯文，你不懂了吧？大哥这是在用策略，你懂个球！就他那个势利眼爹，只要对方有利可图，就算是瞎子脖子他都同意。我要的是宋应自己答应，不是要他爹同意，懂吗？大哥，我们挺你。5天后，岳少之迎娶诺儿。你母亲这些天累垮了身体，无法操持婚礼，本生交由你的，我已经交由你姑姑了，你在旁帮衬帮衬。是。听闻你在外这些日子，有个叫霍真的上门找你。父亲，女儿与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位霍少将军来找我，不过是迷了路。这人是新封的陇西将，霍家长子，因这前段时间灭了陇西敌军，甚得圣上恩宠。他曾经在外流离，后来才找回霍将军府。他与你……父亲，确实误会。去见见你姑姑吧。是。你那继母病的倒是时候，平白惹我一身晦气。你的事儿我也听说了，我倒是挺佩服你的，跟你母亲一样，宁愿自己遭罪也要成全别人。婴儿还有事，先回去了。你给我坐下！这会儿你觉得不好听了？和离之前你怎么不多想想？我要是你，非要看着他做小福呆。如今我这婚已离了，姑姑就莫要再说了。行了，你好好在自己院待着吧，我用不着你帮忙。婴儿谢过姑姑。小姐，奴婢觉得城阳侯夫人还挺好的，她不要您帮忙，您刚好能闲下来，咱们玩五子棋啊。好，依你。
小姐，等奴婢存够了钱，请你吃东家的馄饨。好呀，在这个冷冰冰的家里，也唯有发儿能带给我这一丝温暖了。今儿大喜，怎么不见钱王妃的身影？两姐妹先后嫁同一个男人，她哪有脸来？不过宁侯倒是不亏，平白收了双份聘礼，就是可惜那大女儿成了下堂妻，以后谁还要啊？宋英可在府里？回王爷，在的。公子，刚才王爷是不是认出您了？认出便认出了，无所谓，都离了。两位小公子，到你们了，里面请。来了来了，走，还是吃饭要紧。哟，好俊俏的小公子，快进来喝几杯。小公子，咱们还是快走吧。走着，进去瞧瞧。宋公子，您身边这位小公子生得可真水灵，倒像是个招人疼的姑娘。真的吗？小公子，他夸我呢。是呀，你最好看了。娘的，把老子骗来这里当猴耍，真以为老子吃素的？以后说话前动动脑子，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糟糕，老子好不容易装出来的儒雅形象全毁了。满口糙话，拳头碎石，我就知道他以前是在装斯文，这才是真正的他。我们走吧。宋小公子，霍将军有事？我不是来喝花酒的，是那些人骗我过来，我才。我懂的。岳少之以前也没少来这种地方，男人嘛，都差不多。等等，今天是宋奴儿成亲，你出来定是心里难受，想来散心。走，我带你去解闷。你放手！掌柜的，上2坛烈酒，来，喝一碗解千愁。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没关系，我陪你，想哭想骂想打架，我都奉陪。哇，霍公子好厉害啊！霍将军是不是误会了什么？那个季月芳，你再等等，花种子不太好找，是我弄坏了你的花，说好要赔你就得赔。不用赔，我不喝酒，告辞。我送你回去。不，我说送就送。就此别过吧。我过几日来找你提亲。我不嫁。为什么？是不是我刚刚打架的样子吓着你了？早知阿红会来，老子刚才就该装怂，让那几个王八蛋揍一顿也比现在强。霍将军应该知道，我刚和离不久。我知道，那岳少之冷血无情，本就配不上你，你不要他是对的。阿莹，你可以先要我试试，万一你觉得我好呢？小姐，再不回去，侯爷那边该发现了。霍将军，当年给你包子不过是无心之事，你不必想着回报。告辞。哼，宋儿那上不得台面的婚事总算是折腾完了，我明日就回城阳侯府。辛苦姑姑了，辛苦谈不上，只是如今这家里就剩你一个人戳在这儿，天天对着周氏那个狐媚女人了。姑姑不用担心我，出嫁前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谁担心你了？我只是提醒你，别惹你父亲不高兴。哼，刚才在席上他还同我说，过2日要带你去相看夫家。哼，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替你回绝了。你如今一个下堂妻，京城里哪儿还有正经人家敢要啊？谢谢姑姑。你好自为之吧，我只希望下次你成亲，可别再来麻烦我。小姐，城阳侯夫人这嘴可真能说，句句带刺，您还好吧？还行，早就习惯了。见过父亲，见过母亲，见过摄政王、王妃。姐姐，这是你最爱吃的。多谢王妃。成婚2年，他在我面前永远谨小慎微，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他竟也会有这般灵动活泼的模样。夫君，你也尝尝这个，这是我母亲起早亲自做的。谢谢。早知他2人情深至此，当初我就该早些退位让贤，也省得白白耽误2年光阴。燕儿，
我近来听闻你与那陇西将霍真走得颇近，可有此事？我这好父亲当真是连一顿回门宴都不忘借旁人的嘴来试探我的婚事。我与霍将军不熟，可我听说那霍将军都抬着嫁妆堵在门口，口口声声想要娶你呢。娘亲，正在用膳呢，你好端端的提这些做什么？瞧我这记性，是为娘的不是，我也是担心婴儿。外面传的风言风语，说婴儿被那霍将军瞧上了，我这当娘的才想问个明白。霍将军的确说过想与我成亲，不过他想入赘。胡闹！姐姐，你刚才还说与他不熟，那他怎么会？我与他不熟，和他想入赘这两件事冲突吗？刚才是我话过了，妹妹别哭，姐姐疼你的。姐姐，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不去多陪陪母亲？少芝和爹爹在书房谈事，姐姐，对不起。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气的，今日见我和少芝在一起，你定然难受，我也不想的。但是父亲，这样就更好看了。这根银钗果然更适合你。这是少芝送我的。我知道，我以前在王爷的书房里，常看见他拿出来把玩。小姐，咱们该回房了。摄政王平日里公务繁忙，你若是无聊，随时回家来坐坐。难不成阿姐带过？我送你的钗呢？阿姐说，她见你拿出过这钗。那会儿考虑过送她，但觉着她还不配。对不起，是我多心了。以后别事事都藏在心底，直接问我就好。小姐，李小姐也来了，等会儿她见着您，肯定又要来冷嘲热讽。还有紫阳郡主，她就是故意的，特意在邀请函上写您的名字，就想让您难堪。不可以这样在背后说人家哦，要是被听见了，是要被打屁股的，还要被关小黑屋，没有肉吃。奴婢不怕。哟，稀客呀，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郡主既点名了要我来，我自然不能服了你的面子。娘亲、阿姐都是自家人，无需多礼的。还是王妃通情达理，不比某些人才坐上了几天不属于自己的位置，连自己是谁都忘了。你敢不敢来跟我比一场？比什么？射中红心3箭就算赢，输的人要给赢的人做10天仆人，敢不敢？这李大小姐的爹可是兵部尚书，她自己更是从小习武，精通弓马，跟她比可不是，那宋英不过是个只会琴棋书画的弱女子，怕是连弓都拉不开，这是摆明了欺负人嘛。宋英，你敢吗？你若是不敢，要不直接向李小姐跪下认输，免得去了她府上做仆人更丢脸。有何不敢？是有点重。娘亲，姐姐必定会输，我们要不帮帮她？万一父亲知道她去当仆人……别管她，她自己应下的，跟我们侯府没有任何关系。王妃，王爷来了。
去看看那边有什么热闹。王爷，是宋小姐在跟李小姐比赛射箭，2位小姐打赌，输的人要去对方家中做10天的仆人。夫君，你怎么来了？别，这还在外面。自然是来找你的，谁要是敢朝这乱瞧，我就挖了谁的眼睛。回家。杀人了！杀人了！王爷，宋大小姐射偏了，差点射穿陈家小姐的脚。杀人了！王爷，宋大小姐射偏了，差点射穿陈家小姐的脚。姐姐她明明就不会，为何非要逞强？宋英，你故意的！第一次，见谅。你还是认输吧。放心，等进了我府里做下人，我不会为难你的。还不认输？不认，我定能行。宋英，别逞强了，你是觉得自己还不够丢人吗？下堂妻早就丢尽了脸，哪还在乎呢？宋英，你真是疯了！你们谁若再多言，我就朝谁乱射。若是中了，可别跟我一个下堂妻计较呀。你箭筒里的箭都快没了，若是射完了，算你输。放心，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是怎么回事？明明连拉弓都费力，怎么一下子就射那么远？咦，那是谁？是霍真。他就是霍真。你来干什么？来凑个热闹。想赢吗？想。得罪了。好，就这样。放手。宋英，你这是作弊，不算。箭是我自己射出去的，霍将军只是指点，你也没说不能现学啊。还有2箭呢，宋英，剩下的2箭你若是能再中，就算你赢。但请霍将军站远点儿，我自己来，没事的。小姐加油，你一定行的！好耶！宋小姐落红了！你他娘故意的！刚刚这箭不算，刚刚可是他自己分了神。果然，紫阳郡主怎么可能让我赢？宋英，你郡主玩不起，你就别请人来。以后你这乌杂糟的宴会就别再扰我妻子了，看得心烦。都散了吧。算你走运。你怎么了？你刚才还是看着他的啊？我何时？小姐，
霍将军真是吃醋了。我是男人，最了解岳少之那狗东西。他刚才出头可不是在帮你，不过是想在宋娜儿面前逞能罢了。你可别想歪了。霍将军，我不过是多瞧了那看台几眼，你倒真能联想。你以为我对岳少之死灰复燃了？那多谢霍将军今日出手帮忙。不过我刚刚看的是岳妙熙，紫阳郡主，你看他做甚？当年这位郡主为了给他那贪心的父亲和无能张俊谋个肥差，第一个跑来拉拢我，我嫌他吃相难看，言辞拒绝了，还叫人往后不许他再登门，自此便结了梁子。哼，这个紫阳郡主心眼最是小了，之前他不许多嘴。岳妙熙，原来这笔账早在2年前就结下了。今日在场欺负阿景的，老子一个都不会放过。婴儿该走了。今日多谢霍将军，就此别过。小姐，你今天朝那说风凉话的男人射箭，是不是故意的？其实你就是想射穿他的脚丫子，透死他吧。又乱说！你家小姐我啊，可是一手无助之力的深闺弱属女，平日里只会绣花打瞌睡，哪里懂什么射箭？小姐才不是呢，奴婢可知道您会的东西多着呢。今日幸得夫君帮忙，不然姐姐真要去给李心柔做仆人了。吃醋了？没有，我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你。紫阳郡主岳妙熙心机极深，当年拉拢宋英未遂便怀恨在心，他如今接近你，也没安好心。以后他的帖子你一概推了。怪不得他今日对姐姐这般。余良，你觉得宋英今日的剑术如何？有些摸不准。宋小姐看似拉弓费力，准头极差，但属下恰瞧着有一点十分怪怪。哦，古怪在何处？她看似是在乱射，可偏偏在射向那多嘴的男客时，那箭矢好巧不巧，正好擦着人家的衣角钉在脚边。寻常的新手，可次次都拿捏不得这般恰到好处。宋金卓养了个隐藏很深的女儿。王爷，那是否需要属下去查查钱王妃？不用，本王倒要看看，她还能藏多久。小姐，咱们院里自己养的霁月芳就是比外头的好看，花骨朵又大，味儿也清香。这是我娘生前最爱的花，当年我爹为了讨好我娘，凡是置办的房子都栽上了。如今人走了，倒只剩我这小院还有几株苟活。大小姐，王妃来了，请您过去大夫人屋里一趟。小姐，奴婢去帮您推了吧，定没安好心。不用，过去瞧瞧。娘亲您别担心，少芝对我好着呢，什么都可着我。王妃万福，母亲安。姐姐快坐，都是自家人，在娘亲屋里无需讲这些虚礼的。抢了人家夫君，如今倒大度起来。婴儿来了，想着你们姐妹俩有些日子没见了，诺儿心里实在记挂你。你们姐妹去池塘边的凉亭里好好唠唠提几话吧。是，姐姐，我也不跟你绕圈子。少芝跟我说，你和紫阳郡主有些过节，你是我姐姐，我怎能容他人欺负到你头上？只要姐姐一句话，我可以帮你教训他。多谢王妃好意，不过我与郡主并无矛盾，一开始不过是与李星柔有些小比试罢了。我知道我现在做什么说什么，姐姐都不会领情，可我是真心想让姐姐好。王妃，王让属下来护送您回去。姐姐，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心的，我想弥补你。不用弥补，快回去吧，莫让王爷等久了。小姐，罗儿小姐说话一点诚意都没有。东婶说的对，她呀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这丫头，以后东婶的话你听着便是，可别到处乱说，免得招来是非。小姐放心，奴婢只同您一个人说。夫君，我虽与姐姐不是一母所主，但她从小对我极好，这次终究是我对不起姐姐。跟你无关，我与她本就毫无感情，你无需在意。如今你最重要的事是想着我，懂吗？王爷，王妃从侯府回来时落了泪，宋大小姐拒绝了她的弥补，只说不用。哼，宋颖唯一的优点就是懂事，往后让王妃少在外面走动，免得平白招了委屈。是。
诺儿想弥补你，你为何不答应？是我自己主动和离成全他们的，他不欠我的。你是懂事的，你母亲这些天一直担心你会记恨若儿。那父亲也觉得我是这般小气之人。你不是。父亲，我想搬出去住。所以，你到底还是在意诺儿抢了岳少之？母亲和诺儿总觉得我在意，我留在这儿反倒让他们不安，不如搬出去，大家都清静。您觉得呢？好，依你。城东庭云巷的小韩居是你母亲的旧产，搬去那儿吧。小姐，侯爷从前那么严厉，如今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您和离了，他反倒不管您了。因为他心疼他的心夫，怕我怀恨在心，暗中加害。明明是虐儿小姐犯了错，他怎么不想想，如今他成了王妃，会不借着权势来加害您？他已经开始给我找麻烦了。去收拾行李吧，院里的祭月方就不宜了，留在这儿。是，奴婢这就去。好呀，大快人心！大哥，这好在哪儿啊？笨！宋小姐搬出来单住，咱大哥翻墙不就方便了？那大哥怎么不直接登门提亲？别胡闹！京城里长奢富多，直接上门，平白让阿莹落了闲话。大哥，那咱们买下他隔壁的宅子，跟他做邻居。他以前在王府替岳少之挡了不少仇家，如今单住定有人伺机报复。您在隔壁，既能贴身保护，又能近水楼台。对啊，多谢几次，不就谢进洞房了？哈哈哈哈！说的对，阿莹，老子来啦！小姐，你醒了吗？起了，你进来吧。今日你让小米去找工匠将侧院修一修，东婶说缺了用具，等会儿你把银子给他，让他看着采买。好，奴婢记下了，这就让小米去办。小姐，出事了！小米找来的工匠不要钱，小米偏要给，两个人在侧院吵起来了。有这么好的事儿？你要不过去看看？我都说了，已经有人给过钱了，你怎么非要给我呀？不行，我家小姐教导过，绝不能贪图便宜，这钱你必须收。你刚才说已经有人付过钱了，是谁？我不认识，那人只说若是小韩居的人来找工匠，就让我来。那人长得极高极壮，皮肤黑，眼睛大，不笑的时候有点凶。好了，你别说了，我知道是谁了。这钱你拿着，以后我这边还有活计都找你，但那人给你的钱你得退回去。行，东西买回来了，您快来看看。东婶儿，你出去一趟就白捡了2个儿子回来。大小姐就是爱开玩笑，他们见我一个妇人拿不动东西，就帮着我提。来，快进来见我家小姐。宋小姐好，我叫杨虎，他叫莫奇，我们是大哥的小弟。你们是霍将军的朋友，辛苦2位了，不如进来喝杯茶歇一歇。不用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还有事儿，告辞。小姐，要我说，这霍将军真不错的。东婶儿，看人不能看表面，去忙吧。奴婢这就去给小姐做您爱吃的。东婶儿，还有我呢。好，好，好，给大家都做。要不要把隔壁也买下来，然后再把这墙推了，2间后院合成一个院子？别，是我。你为什么要让工匠退我钱？无功不受禄，况且这点银子我还是出得起。你怎么了？要死了！这是我今天刚松的土，放了季月芳的种子。对不起。快起来吧。不对啊，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是从隔壁翻过来的？
那请问霍将军，你为什么要从隔壁的墙翻过来，而不是走正门呢？嘿嘿，我把隔壁买下来了，以后咱俩做邻居。霍将军，您怎么又翻我家小姐的墙啊？是啊。找我什么事儿？哦，小姐，是夫人来了，这会儿正在中堂坐着呢。好，我这就过去。你送霍将军出。不用，我翻回去就成。霍将军好厉害啊，可他为什么不走正门呢？走，去中堂。大小姐如今搬出来，知道您来了，她也不着急着过来。在小韩居不要多嘴。奴婢知错了。如今府中许多事情需要我亲自打理，让母亲久等了。侯爷让我过来看看，你若是需要帮忙，尽管开口。另外，这是你发小柳灵燕寄给你的信。多谢母亲。你也是我女儿，又何须多谢？禀大小姐，外头有位自称姓胡的夫人，说想见夫人。胡夫人，她怎会知道我来这里了？我去将她打发走，你莫出来。好。听说了吗？那小韩军里住的是刚被赶出侯府的大小姐。可不是啊，听说是被摄政王休了，连娘家嫌她丢人，把她扫地出门，真是活该。这些人到底有完没完？小姐明明是和离，竟被传得那般不堪，太可气了。小姐，不能让他们这样乱嚼舌根，奴婢这就出去教训他们。你怎么教训？奴婢去打那些人的嘴巴。乖，这要是把我家芳儿的手打疼了怎么办？小姐，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奴婢的手，奴婢心疼您。你呀，打这些人没用，要打就应该找准了人打。谁啊？不好了，大小姐，霍将军他……阿英，你放心，这些个乱嚼舌根的，我已经帮你教训了。宋小姐饶命啊！这以讹传讹的事儿，真不是我们传出来的。我不过是喝茶顺嘴跟了一句，霍将军就把我摁着暴打，实在没天理啊！这才刚被摄政王休弃，就急着勾搭新汉子，真不要脸！什么合理？依我看，就是红杏出藏，不守妇道，才被赶出侯府的。都给老子闭嘴！杨虎，先把这些嘴碎的统统关起来！小姐，霍将军又翻墙进来了。阿燕，是我的错，我真只是想帮你出气，封了他们的口，让他们跟你道歉澄清。可我真没想到这群狗东西的嘴能那么碎。阿英，你要骂我打我都可以，别这么不理我行吗？来，你打到你出气为止。我打你做什么？你我非亲非故。你走吧。我不走，我人就在这儿，你想怎么对我都成，我绝无怨言。霍将军，您这又是何苦呢？是小姐让你们来的吗？你要不还是回去吧，你一个大男人，大半夜的待在我们小姐院里，要是被人瞧见了，闲话更是没完没了。我是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阿英到底要怎样才能消气啊？将军，
您今日是好心办了坏事，要小的说，您还是先回去，兴许小姐睡一晚，明天早上气就消了。其实啊，看到那些平时乱嚼舌根的家伙被将军揍得爹忙都不认识，奴婢心里可畅快了。哼，那是，以后谁再敢欺负你家小姐，你只管跟我说，本将军替你们出气。不过霍将军，您也真够厉害的，您可是第一个让小姐发这么大脾气的人。我？第一个？奴婢从小就侍候在小姐身边，这还是头一遭见她发这么大脾气，摔茶杯砸人呢。第一个？我是第一个！霍将军怎么了？怎么被砸了茶杯还这么高兴？唉，恨嫁的男人啊。大哥，怎么样？把宋小姐哄好了吗？第一次，她的第一次。大哥，你醒醒啊！你到底被宋姑娘怎么了？你别吓我，说话呀！大哥，你醒醒啊！你被宋小姐怎么了？你别吓我，说话呀！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我是第一个让宋颖发脾气的人。哇！大哥，还是你厉害，快跟我们说说宋小姐怎么跟你发脾气的？她直接拿茶杯砸在老子脚边，还让我滚。凡儿跟我说了，她伺候阿英这么多年，这还是头一遭见她气成这样。所以你被砸了茶杯之后，就这么乖乖回来了？阿静，老子错了。这要是让营里的兄弟们看见了，指不定怎么笑话咱大哥呢。谁？阿英。霍将军，注意你的言辞。宋小姐。宋小姐，今日的事是我太过鲁莽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弥补。要不你说，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怎么了？你回去吧，你的呼噜声吵到我了。啊？哦，我回去。哎，那小丫头，你家大小姐人呢？大少将军，小姐一大早就出门了。出门了？去哪里了？不知道呢，小姐没说。我们做下人的自然不能多问。大哥，莫奇用了点手段，这小子招了。其余人呢？都是些瞎凑热闹的，已经做主放了。饶命！君爷饶命啊！你若是乖乖交代清楚，本将军不仅饶你一命，还赏你一笔银钱，如何？我说，君爷问什么？只要我都说。说，究竟是谁指使你发的谣言，坏我阿银的名声？是你侯府的大夫人，周氏身边的冯妈妈。大小姐，这是上个月和这个月的账本。这几日订购火之草的数量怎么如此多？火之草只能从南越进购，如今边关战事吃紧，京中买的人又多，咱们虽然涨了价，可依旧供不应求。余下的火之草一钱也别卖了，全部封存入库。另外，把所有的药材重新清点一遍，切记别走漏了风声。是，属下明白。小姐，您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发儿，咱们去对面的茶馆坐会儿，等他们走了再过去。大小姐来了，方才那是李尚书家的千金。正是，今日新出的款式，李大小姐他们一瞧见就爱不释手。喏，这是刚收下的银钱，新鲜着呢。不错，李大小姐出手一向阔绰。小姐，李小姐知道这首饰铺是您开的吗？
他自然知道。啊，他不是最讨厌您了吗？那他怎么还来送银子？你猜？李小姐真是奇怪，她定是想用大把的银子来羞辱您，好让您知道她有钱的您赢不了。真是个小财迷。小姐，胡夫人来过，被我打发走了。他有说什么吗？并没有，胡夫人神神秘秘的，连个脸都不露，看上去很害怕，一直急着要见您。小的知道您不爱她，便找了借口将她打发走了。你做得对，去把门关好，不论谁敲门都别应，就算是侯府那边来人也一样。另外告诉大家，这10日都别出门了。是，小的这就去。你去打听打听胡夫人家发生了什么事。胡夫人她家不急，先缓缓再说。也不知道哪位大能人做的，不仅挖出了胡夫人埋藏多年的丑事儿，连她儿子和父亲争抢青楼女子的事儿也爆了出来。要不了多久，他们家就要成为京中最热门的人物啦。连巷口的乞丐都知道了。别说城里了，奴婢估计连城郊住户都知道了，这位胡夫人是真红人了。胡夫人家的这些事儿是真是假？是真的。起初奴婢也以为是别人谣传的，后来奴婢又去找了老何叔，您知道他的消息比奴婢还灵通宝针，他说这些出来的事儿全都是真的。小姐，现在大家都在说胡夫人家的事儿，都没人传咱们了，太好了。你也累着了，去让东婶儿今晚给你做你爱吃的。那奴婢去了。墙头青了，看来是那糙汉动的手。不过到底是谁这么快对胡夫人下的手？小姐，这是胡夫人第3次来了。不管她。小的在门后听着，胡夫人好像哭了。小姐，这胡夫人怎么了？为什么非要见您？你和她不熟呀？最近关于胡夫人家的事儿传得如何了？又有新料了，说胡夫人的儿子不是胡大人亲生的，胡大人想要休妻。还有，小姐，别说胡夫人了，就连她周围的亲戚也没放过呢，连说书师生都要开始讲他们家的事儿赚钱了。挺好的，胡夫人总喜欢讲别人家的事儿，现如今也让她尝尝供人乐道的滋味。奴婢明白了，说小姐坏话的肯定是她，她这人真是恶心，咱们都跟她不熟，还要到处乱传，呸！先看一了一个人是坏。小姐，素女儿来了。你可有回应？小的听小姐的话，当自己不在。是了，咱们都不在。小姐，努儿小姐虽然讨厌，但她毕竟是摄政王妃，她突然访，定然是有要事。若是知道咱们故意不见，会不会怕了？跟在小姐身边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砍个头嘛，跟小姐一路走。让大家都安安静静的，我去瞧瞧，反而跟着我就好。宋大小姐，王妃来看望您了，还请开门。王妃知道宋大小姐因着前段时间的事儿伤了心，特意过来看您，还请宋大小姐不要浪费王妃的心意。宋大小姐好大的气性啊！既然如此，我等便回去了。不过王妃是念及您是她的姐姐才特意来的，还请宋大小姐莫要得寸进尺，伤了姐妹和气。哟，谁家的狗没拴好，跑这儿来撒野了？小姐，是霍将军。你是何人？你知道我是谁吗？哼，老子跟狗没话可说，滚开！你再不走，老子把你腿打断！我可摄政王府的哟，老子当是谁呢？怎么后悔了？没机会了。宋大小姐喜欢的是人，不喜欢爱吃屎的狗。放肆！福康，住口！我还以为是月少之本人呢，原来是新王妃啊！霍将军，家中奴才不识将军，还望将军见谅。我见谅什么呢？还望王妃把家里的狗拴好，到处乱吠可是要挨刀子的。王妃，此人太过嚣张，您看。罢了，既然姐姐不在，咱们也别打扰了，走吧。走。阿英，我回来了，请进。霍将军，您来的真是时候，奴婢刚才隔着门都想撕烂他的嘴了。哼，要不是我家小姐大度不计较，哪还能轮到他坐那王妃的位置？他们倒好，非赶着来我家小姐门前添堵，讨厌死了。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姓胡的一家自己底子就不干净，找个能人稍微一查便全出来了。我只是想让他们胡家也体验一次，什么是人言可畏，生不如死。胡夫人的事，还有今日大门外的事，大恩不言谢，我会还你人情。你想做什么？咱们之间还用算这个？霍将军，你该回去了。阿英，你这又是生气了？霍将军虽然行事鲁莽，但我知你都是为了帮我，只行事前还望三思。我不想你因为我的事儿而招惹祸事，我承受不起。还都说了，霍将军，请。行吧，我先回去。我再说一句，你不用为我担心，真的，老子没你想的那般莽撞。帆儿，送客。不用，我翻墙回去，免得被人瞧见你是假装不在家，坏了你的事儿。你确定他在这里？小的打听清楚了，温小侯爷在这里宴请，除了摄政王岳少之，还有几位世家公子也在。小姐，奴婢不明白，您怎么突然想来见摄政王了？是因为诺儿小姐，还是因为霍将军？都有吧。如果我没猜错，那胡夫人落得这般下场，求救无门，定是去找了周氏。周氏原本想借用胡夫人毁了我的清誉，却不想最后引火烧身，给自己招了个大麻烦。可这跟您来找摄政王有什么关系？周氏知道他自己若来找我，我定不会见他，于是他便让宋诺儿出面来当这个说客。周氏干嘛要这么帮着胡夫人？胡夫人是因为帮周氏传我的谣言才引火烧身的。周氏现在也怕穷途末路的胡夫人发疯反咬他一口，所以急着让宋鸟儿出面当说客，逼着我高抬贵手，饶过胡夫人一家。哦，奴婢听懂了，说白了，他们在背后搬弄是非，结果火烧到自己身上了。眼下想让小姐您把这事儿平息了，可谁知道小姐根本不搭理，所以他们急了，找来婉儿小姐来劝您。差不多。小姐，他们出来了，跟上摄政王的马车。是大小姐。王爷，宋小姐的车一直跟着我们。前方拐角停车。你在这里等我。参见摄政王。说吧，什么事？王爷，我自问这2年并未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咱们如今好聚好散，我成全了您和婉儿，也请您不要再来打扰我。你在说什么？我从未说过宋檀儿半分不是，只想守着自己的小院过日子，您又为何毁我声誉？就因为霍将军助我，您便对外说我偷人被你休掉。王爷，咱俩到底谁偷人？你认为是我做的？王爷，算我求您了，给我一条活路吧。回去吧。宋英告退。小姐，你哭了？我没事，刚才为了逼自己哭出来，我对自己下了狠手，掐大腿可疼死我了。小姐，您对自己也太狠了。没办法，不狠下心，岳少之怎会罢休？不过看来哭真的有用。奇怪，不是说和温小侯爷喝酒吗？这会儿也该散席了。王妃，这么晚了，要不您先歇下吧？不，我要等他。王妃，王爷回来了。你回来了。回来了。少之，夜凉了，进屋吧。你到底怎么了？你今日去小寒居了？许久不见姐姐，我想她了。不是告诉过你，不是必要的事就不要出门吗？如今我连见她都不行了吗？诺儿，你应该知道我什么意思。对不起。别哭，你听话。既然嫁于了我，就好好打理着王府。我不想你在外受到伤害，明白吗？知道了，对不起，我以后不去找姐姐了。乖，睡吧。娘亲，你和胡夫人的事儿我不管了。怎么了？少之生气了，以后找宋英这种事儿，您别再叫我了。少之不喜欢我去找宋英。你又不是去找他麻烦，这有什么不喜欢的？
娘亲，我这王妃位置是宋英不予计较让出来的，她若是不松口，我如今还在。总之，您和胡夫人自己去向她解释道歉吧。哼，也就是说，你昨日并未见到宋英了。她不开门，我总不能叫人把门撞开吧？可你是摄政王妃，你就算把门撞开又怎样？娘亲，您别再说了。王爷怎会突然生气的？他是谁？只要一句话就能获得自己想的消息。女儿，你没明白娘的意思。你想想，宋英那谣传都过了这么久了，岳少之早不生气晚不生气，偏偏昨日你去找了宋英，他就生气了，这是为什么？少之说了，他不喜欢我去找宋英，所以才……不对，就算知道你去找了宋英，他最多就是提一下，哪会儿生气？除非什么？除非宋英去找了他。娘，您可别胡说啊！少之怎么可能会见他？哼，诺儿，你还是把男人想得太简单了。他虽与宋英无感情，但宋英毕竟陪了他2年，这2年他虽无功劳也有苦劳，宋英找上他也不会不见。母亲的意思是，昨日宋辉去找了少之告状，少之才生气的。我还是小看了宋英的胆量。摄政王还是有点用的，他一施压，那些碎嘴子一个字都不敢崩了。瞧把你感叹的，要不我把你送到宋奴儿身边伺候，让你天天守着王府？好啊，奴婢过去帮您盯着他，但凡他有什么风吹草动，奴婢第一时间回来给您告状。你个小财迷，想得倒美。主要是奴婢这样就能拿双份月钱了嘛。大小姐，柳小姐来了。柳柳，柳柳，阿景，娘亲，你去哪里呀？哎呀，光顾着高兴，把这2只小的给忘了。这就是大力和小力吧？都长这么大了。是呢，本想自个儿来，这2粒非要磨着跟着。没关系，到了姨姨这儿可劲儿玩。说说呗，你和岳少之到底是怎么回事？都离了，没什么可说的。哼，你呀，就是脾气太温顺，才会被那对狗男女踩到脚底下。我要是你，宁愿守寡，也绝不和离便宜了他们。恐怕我还没熬成寡妇，他岳少之先把我抹脖子了。他敢！他岳少之何其精明，我要是想杀他，只有趁他动情之时。可成亲2年，他在床笫之间也不过是走个流程，从未对我过半分真心。你即使抽身也好，那对狗男女就该一辈子锁死，别去祸害旁人。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就这么过着吧，平日里打理母亲留给我的私产，哪天若是想通了，再嫁个听话的郎君。生意上的事儿有我呢。其实我这次来，是我家那口子想在京城开个酒楼，我先来打探打探。杨大少这次怎么没陪着你来？婆母身体不大好，他得留在崇州照顾。严重吗？问题不大，将养着就行。那就好。你这次回京是住我这儿，还是去你城里的旧宅？自然是赖在你这里，吃穿用度我自己出银子，你可别赶我。我哪敢赶你？好久没吃上玉楼的酒菜了，今晚咱们就去那儿大吃一顿，如何？正有此意，我请客。姨姨，我想解手。好，姨姨带你去。宋英，小侯爷，你也来用膳。这小丫头是你的？我朋友的。我就说，岳少之那样冷血的人，怎么会允许你留下此嗣？小妹妹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小丽叔叔。不打扰小侯爷了，请。听说你最近和霍真做邻居了？是，有问题吗？没。死小子，皮痒了是不是？刚来就砸碎了上月楼这么贵的飞碗。娘亲别气，我知道错了，大力听话。小二，把地打扫干净，等会儿结账时把碎碗的钱一并算在账上。是，客官，小的这就收拾。哥哥笨，你才笨！都给我闭嘴！宋英，巧啊，你也吃完了。
我们走吧。你可真无情，好歹做了2年夫妻，点个头招呼下也行啊。给我掌他嘴！我错了，走着，走着。好了，别闹了，再闹我真的要揍你们了。妹妹追不到我。娘亲，我头好晕啊！小心点儿。多谢小侯爷。是刚才的叔叔。叫哥哥。走吧。娘，我们去买小老虎嘛。你的老虎已经够多了。好啊，我带你们去。以后咱俩出门就不带孩子了，累死我了。他是谁？圣上亲封的陇西将军霍真。柳灵燕，称我柳老板就行。柳老板好。奴婢听见霍将军肚子响，就拿了些昨日剩下的给将军垫垫肚子。剩下的？有吃的就行。你喜欢我家阿姨？是，喜欢，想现在就给她成亲。那你要努力了。你应该知道我家阿英受过情伤，可不是你一句话喜欢就那么轻易动心的，你得付出行动。请柳老板赐教。现在太晚了，明儿个再说。营中还有事，我先走了。请便。这男人目前来看还是可以的，你真的不考虑？我现在只想睡觉，你困吗？我现在哪里困呀？来来来，咱们来聊聊这位霍将军。不要。哎呀，来聊聊嘛，我可是很关心你的终身大事。这次咱们一定要找个听话可靠的。不想，我后半辈子当尼姑，又口是心非。你若是真不喜这男人，你早就命人将他赶走了，还由着他翻你的墙。你再说，明儿就给我回去。行，不说不说。父亲，世伯好久不见，我代父亲给世伯送些崇州特产。替我谢谢你父亲。这次打算在京城待多久？还没定，我想多陪陪阿英。听说你连孩子也带来了，怎么不带进府里让我瞧瞧？两孩子皮得很，这要是碰坏了府里的贵重物点，我可赔不起。侯爷，说起孩子，前日女儿派人来报信，说是他已经有喜了。那可要恭喜了。恭喜父亲就要当外祖父了。在小寒居住的可还习惯？你搬出去后，你父亲时常惦记着你。劳父亲挂念，女儿很好。中午在这儿用饭吧。是。唉，你家那地方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你那继母跟宋老儿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大的抢人夫君，小的也有样学样。你刚才忍得挺辛苦吧？能不辛苦吗？当他说宋洛儿有孕，我差点回一句，成亲不到1月，这孩子来的可真快。不过好笑的是，你爹刚才居然没搭理他的炫耀。我爹看似严肃，其实爱极了周氏。美丽又懂得以退为进的女人，哪个男人自持得住？我爹是，岳少之也是。我估计这会儿我爹正在屋里哄他呢。你说，要是霍琛遇上宋辇儿那样的，会不会和岳少之一样昏了头？不准，我想去试探试探他。这般护着作甚？是怕霍琛也像岳少之那样，还是阿英你对霍琛动心了？没有，我与他本就没有关系，你这样做不道德。行，不说他了，赶紧回去。也不知那2个皮猴在家有没有乖乖的，他们向来很乖。娘亲阿英，我来找你，他们说你回侯府了。刚好这2个小家伙把发儿他们累得够呛，我横竖无事，就陪他们玩了一会儿。多谢霍将军。阿英，
我要带孩子们去午睡，你带霍将军去你院里，用我那极品雪花茶好好招待霍将军。有了，阿映了。走吧。喝吧。快喝这个。我真不是故意的，这可是你第一次给我倒茶，我一高兴就给忘了。阿莹，你笑了，你第一次对我笑得这般好看。你的舌头好些了吗？好些了。你今日过来做什么？明日我休息，想带你去郊外骑游。我不能去。为什么？霍将军大有前途，不应该浪费在我身上。霍家如今极得圣宠，连岳少之都要敬你们3分。你是霍老将军的长子，以后要娶的应当是名门闺秀，绝不该是我这样的。再给我倒一杯。宋英，你听着，我霍真说要你就只要你。明日4时，我在西城外等你，不见不散。人都走了，还不过来？你刚刚怎么不同意呢？我可从未见过哪个男人因为一杯茶水而紧张到连水温都不探就一口闷的。孩子睡着了？早就睡着了。不要转移话题。你明日到底去不去？不去。阿映，其实你真的可以试一试。发儿都同我说了，你去参加秋宴是这位霍将军来帮你出头，你被胡夫人传谣，也是他连夜抓人替你报仇。发儿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别怪发儿，是我问他的。阿映，你爱岳少之吗？不爱。既然不爱岳少之，你躲霍真做甚？倒像是你亏欠了前夫。我只是没心思谈儿女事情。你一直拖着，等哪天你爹再把你当筹码随便嫁了，你是选满心满眼都是你的霍少将军，还是再嫁个岳少真？柳柳，你了解霍真吗？你知道将军府是什么样的龙潭苏穴吗？我只是觉得霍真满心满眼都是你，总比那冷冰冰的岳少之要强。我从不在意岳少之身边有旁人，只要坦诚相告，我皆能成全。我只恨他将我视作傻瓜，身为正妻，我连知情的资格都没有。我18岁生辰约他相伴，深夜他骤然归家，我满心欢喜，转头他便消失。我外出寻找，撞见他与宋女儿私会，他本就是借着赴约前来与他相会。真是个道貌岸禅的负心汉。既然成全了他们，如今一别两宽，我很满意现在的自由，不用再讨好谁，只需做自己喜欢的事。辛苦你了。可你父亲当真会由着你这么过一辈子？我爹自然不会放过我这个筹码，他早就知道霍真的事了，不过是在待价而叫，看霍真能开出什么令他心动的条件。你爹简直把你当物件，要不你跟我去崇州吧，离他们远远的。这小韩居外早被我爹安插了无数眼线，我出不了城。你舅舅家就不能帮你？舅舅只是个商人，安分守己一辈子，何必为了我去跟宁侯府抗衡？我真是心疼你。罢了，不提这些伤心事。那你明日当真不去西城外见霍征？不去。你呀，嘴硬。我去瞧瞧孩子们醒了没有。我等了你1天。我不是说了我不来吗？我怕你又想来了，见不到我。要喝茶吗？我想喝你泡的茶，我从清晨就一直在等你。行吧，你先等着。给你我娘做的包子，不过你既然想死，就把包子还我，它值1万两黄金，因为世上只有一个娘亲。霍将军。不好意思。没事，喝饱了就回去吧。你就这么不想见我？我怕你留下来蹭我饭吃。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你们打仗的不是都挺能干饭的吗？毕竟吃不饱还怎么消灭敌人呢？我可以不吃饭。其实你只要给饭钱就行了。不好了，小姐，小小姐她，
霍将军，你又翻进来了。小姐，奴婢光顾着说闲话，把最要紧的事儿给忘了。小丽小小姐走丢了。什么？柳柳现在何处？在东极市上口街，咱们快去吧。霍将军，今日不便留客了，我要去帮着找孩子，你先回去吧。我跟你们一起去，我再叫上兄弟们四处搜人，街面上人多才好找。好，多谢。阿锦，都怪我没看见，小丽一眨眼就不见了，我该怎么向他爹交代啊？小姐，是我不好，我没拉住妹妹，我要妹妹。发儿，你先带大力回小韩居，别让孩子在街上吓着。是，奴婢晓得。大力乖，跟发儿姐姐先回家。孩子刚丢不久，咱们分开找，一定能找回来的。杨虎、莫奇，你们各带人往东西2个街口包抄。是。阿正，我陪你往北找。表演开始啦！好了，没事了。最想要的女人就在怀里，真舍不得放手，可又怕她生气。多谢，可以放开我了。哦，宋英，你怎么一个人在街上？霍将军真巧啊！你不在军营，来这儿做什么？看来我是打扰二位了。你们这是要去哪里？滚！找孩子。孩子？你的？我刚才是开玩笑，见你们这么着急，不如我也来帮忙。好，那孩子叫小丽，穿着蓝裙，头上扎着2边小辫。好，记住了。多谢。1个时辰后，我在上口街等你消息。好。你去告诉岳少之，说我帮宋英找孩子，他要是等不及就先走。是。刚才的你也听见了，还不快去？是。温静根本就不会帮你找孩子，你还真信他？我本就也没指望他会找。温俊这人没皮没脸，我不过是敷衍他，省得他缠着不放。他的确不要脸。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这臭丫头还挺聪明的，跑到有孩子人家的夫妻那儿哭。我以为那个是哥哥。没事了，娘亲在，哥哥也在家里等我们。孩子找到了，恭喜恭喜！宋英，既然人找到了，那明天聚学河，你可别忘了请我吃饭。谢你什么？你出力了吗？霍将军，你这么激动做什么？我自然是出力了。宋英，明天不见不散。大哥别冲动，还有孩子在呢。回去再说吧。你明日真的要去？不过是一顿饭而已，我请得起。我哪里是担心你请不起，我担心温静对你对我有所图。他平白无故要你请客，还不明显吗？霍将军多虑了，我这样的还入不了温俊的眼。他唯一对我所图的就是我荷包里的银子。所谓物以类聚，岳少之是什么人，温俊就是什么人。我走了。留在我这里吃饭吧，东婶已经在做了。我还得谢谢你和你的兄弟。今日匆忙，没做什么好菜，我以茶代酒，谢谢3位将军。哪里的话，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还没喝呢，就开始说醉话了。霍将军，霍军，怎么了？阿英敬你呢。喝。霍将军，你该回军营了，你的兄弟还在外面等你呢。我担心他明天。霍将军放心，明日我会陪着阿晶的。
多谢了。阿英其实过得很苦，她已经不能再遭受一次伤害了。我看得出霍将军是真心，只是阿英要的不仅仅是真心，还要一份保障。多谢，告辞。大哥，你这是翻墙翻的，连正门都不会走了。你们先回去，我明日再回。大哥，你不会是明日要去陪着宋小姐赴宴吧？老子不信温俊的臭狗屎，无缘无故非让阿英请客吃饭，狗东西肯定憋着坏。大哥，你明日早点回来，老将军快回来了，他要是知道你总跑出军营，会让你吃棍子的。老子怕他个球！不愧是我大哥，有胆量。行了，走吧。两位姑娘，里边请。继续走。来啦！柳林燕，你也来了。昨日怎么说也是因为我孩子的事儿，这顿我请小侯爷和阿景。好啊。小侯爷，你到底想怎样？你怎么生气了？我只是想让你多尝尝美味而已。唉，到底是你想多了，还是我想多了？的确不错，谢小侯爷。果真美味。怪不得少芝夸你懂事呢。好了，我刚才是开玩笑的，不逗你们了。我们再点些菜吧，带一些回去给孩子们。我也是这么想的，听说他们这儿还有道野吃。来了。什么来了？东西呢？少芝，昨日是我的不对，放了你鸽子，要不要留下来一起？我请客，柳林燕付钱。不用。少芝，这里面的南椒猪是送给宋念儿的吧？宋英，你以前在王府做正妃时，可曾有过这等稀罕物？我吃好了，可以走了吗？我也吃好了，柳林燕给钱吧。你怎么没走？还站着干什么？快上来！别装了，把斗笠摘了。我就是来看看，没有别的意思。看得出来，霍将军是真担心你被温俊欺负，这才乔装跟来的。宋英，你就别怪他了。霍将军可听见了？阿静没怪你。听见了。你今日不去军营？你安然出来了，我再回去，不碍事的。你不必如此。温俊那人阴险得很，我不想你出事。都和离了，他分明就是故意的。这男人不会对你还念念不忘吧？别胡说。到了。阿静，我有话跟你说。等你从军营回来再同我说吧。你怎么不听他说呀？他若是耽搁下去，只会受军法，一次两次还行，次数多了，手底下的人是会寒心的。你还挺为他着想的。两位夫人，我这铺子位置局价，一口价1000两。你相中了，怎么不砍下价？砍什么砍？这种人根本没有诚意，把我们当冤大头呢。人嘛，做什么事儿都要给自己留一手。我相中的又不止他一家。乔姐妹，他急了，走，我们去下一家，先吊着他。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在东西两边城门口各买2间铺子，现在又向仗南门，你这是要把东南西3个城门口全占了？你才发现啊，我还想去皇城门口支个摊子呢。你想去皇城门口卖什么？那是谁啊？大小姐，是霍大将军凯旋回京了。阿英，他们说的那位霍大将军，不会就是霍真的爹吧？正是。还真是父子，
瞧这身形姿态，不过老子比儿子要沉稳许多。回去吧。这次霍大将军打得越国屁滚尿流，以后他们是不敢再犯了。越国老皇帝昏庸无能，我看迟早要被咱们大殷吞了。虽说赢了，但越国太子不是无能之辈，大军还在边境镇守呢。给大小姐请安。父亲的人看来找我有事。胡伯，那我先去偏院看看大力和小丽，进屋说吧。父亲是有什么事儿吗？今夜皇宫设宴，特为大将军庆功，侯爷让大小姐也随行。我不舒服，就不去了。大小姐，这帖子是太后娘娘亲自下给您的。范儿，把帖子接了吧。是。有劳，退下吧，我今晚会准时赴宴。你爹又要你做什么？让我赴今晚的宫宴。你都和离了，他还让你去掺和这些，他到底怎么想的？没事啦，不过是吃个饭而已。今天的主角是大将军，我走了。小姐，要是等会儿那些人欺负你，您就把奴婢推出去。奴婢皮糙肉厚，不怕被罚。那要是砍脑袋呢？那就让奴婢去做18年后的好汉。乖，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记住柳柳的话，该怂就怂，没什么大不了的。是。父亲，等会儿机灵点。女儿明白。瞧见没？招数不怕旧，管用就行。夫人这手以退为进，当真厉害。摄政王妃到。小姐，您瞧左前方，温小侯爷正跟您敬酒呢。小姐，侯爷明明瞧见他过来了，怎么反倒装起瞎来了？他向来如此，我来应付。我喝不得酒，还望小侯爷见谅。我干了，你随意。你要是不喝，我现在就强灌你。你大可瞧瞧，谁会拉你一把？文俊，是你逼我的。温小侯爷，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母亲呢？小侯爷，我知你从小没了母亲，想要弥补心中的缺失，可你也不能觊觎别人家的母亲啊！侯爷，臣妾害怕。母亲别怕，是小侯爷非要敬您酒，我不同意。争执间，他把酒全泼到您身上，非说要引起您的注意。够了，你给我闭嘴！小姐，小侯爷这眼神跟要吃人似的，奴婢害怕。台下究竟是怎么了？闹成这般重样？回太后。是臣妾的母亲，方才被温小侯爷醉酒泼了。今日是大将军的庆功宴，你这般胡闹，成何体统？来人，将温俊拖下去杖责。慢，太后，老臣以为年轻人喝多了失了分寸，无伤大雅。既然大将军求情，那便罢了。来人，把温俊带出去。当真是有惊无险。摄政王，宋英小姐是哀家请来的。你二人既然已经和离，哀家留她叙旧，应该不介意吧？太后做主，臣无话。宋英，过来。来人，给宋英赐座。小姐，咱们这座位正对着王爷，这可怎么是好？别乱看，今晚怕是一场鸿门宴。阿映，你最近怎么都不来宫里陪哀家呢？母后，你忘了吗？皇婶已经不是皇叔的妻子了。瞧哀家这记性，在宫里待久了都忘了。宋英既已同你皇叔和离，那她就不再是你皇婶了。对哦，皇婶已经不是朕的皇婶了，那朕应该称呼什么？陛下叫臣玉宋英就好。不好，朕不喜欢这样。朕唤你阿姐可好？陛下，宋英如今只不过是个平民之辈，您这样与礼不合，有损龙威。朕想如何，还轮不到郡主你来说教。陛下，子阳也是。哼，皇叔你也觉得不妥吗？陛下身为天子，臣知陛下对宋炫有着情分，称呼一声阿姐不为过。阿姐，以后朕就唤你阿姐。既然称了阿姐，可不能只是单单的阿姐，做陛下你的阿姐，这身份也要抬一抬。母后提醒的是，朕。陛下，今日是给大将军庆功。皇叔说的是朕疏忽了，大将军抱歉。陛下高兴，老臣无妨。你还是不怎么饮酒啊？哀家记得你第一次进宫，哀家当时不知，就给了你一杯，你也不拒绝。
后来摄政王才告知哀家，你不能饮酒。臣女当年不懂规矩，多亏了摄政王特意叮嘱。太后娘娘，父亲和母亲已然回席，臣女便不打扰了，先行退下。你若是想回去就回去吧。女儿告退。妈呀，小姐，刚才奴婢都要吓死了。我也是，走吧。宋英，温小侯爷，您不是走了吗？起开，我有话跟你家小姐说。你先过去等我。可是小姐……乖，没事的，这里可是皇宫。刚刚是你逼我的，你不能怪我。我没怪你啊，你站那么远做什么？过来。宋英，你跑不了的！哈哈哈哈！抓到你了！你没事吧？你怎么来了？我是谁？大庸的将军，老子要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你受伤了？没有。霍真，叫你爷爷什么事？何人在此造次？原来是霍将军。诶，小侯爷，您这是？宋英，改日我上门提亲，等我。走吧，这里是皇宫。霍将军，你今天来翻皇宫的墙啊？别说了，快走。你也进来。你怎么来宫里了？就这么来了呗。今日是给你父亲庆功，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我觉得没意思，不想来。后来在家无聊，想起你进了宫，就又来了。不过也幸好我来了。可算是回来了，担心死我了。你没伤着吧？我没事，多亏了霍将军及时赶到。霍叔叔，抱抱，叔叔给我们玩骑大马。好，叔叔一会儿陪你们。大力听话，先下来，叔叔累了。跟我进屋。阿晶，你不用这么急着赶我走，我自己会爬墙回去。进来。进哪里？你趴着。阿英，我今天救你纯粹是出于本能，你不用如此谢我。趴着。阿英，不许动。霍将军背上有伤，你去为他擦药。小的这就去。他的伤势如何？惨不忍睹，血都把绷带浸红了。怎么会伤成那样？我去看看。阿英，你怎么发现的？是老将军打的。老东西贼小气，就随便打了我几鞭子，长个教训。你别担心。老将军知道你爬我院墙的事儿，所以一回军营就罚了你。结果你倒好，不好好趴着养伤，还跑到皇宫里来逞能，是不是？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这药每天涂1次就行。如今药也擦了，你该回去了。我不回去。温俊说要上门提亲，这事是真的吗？他随口说说罢了，他不会娶我的。我是男人，最了解他的心思。那狗东西就是想娶你回家，我变着花样往死里欺负你。宋英，我知道你被月少之伤透了心，觉得誓言都是放屁。姚谷他们劝我慢一些，可我真的等不了了。那你想说什么？我母亲死得早，家里除了我爹，还有2个弟弟，他们都还没成亲呢，成天跟着我爹东征西讨。所以你是想告诉我，你们霍家没有婆媳妯娌的烦心事？对，家里都是糙老爷们儿，内院向来是管家打理。你要是不想跟他们挤在一起，咱们就搬出来住。你要是舍不得小韩居，往后我入赘过来陪你，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你父亲会同意你娶一个下堂妻？哼，老子管他同不同意，是我跟你成亲，也是我跟你过一辈子。你就不怕你爹把你绑起来，这辈子都不让你见我？他才不会，他儿子又不止我一个。你快回去吧，冲动是会付出代价的。你赶我走？你出来也有大半日了，再不回去，老将军又得罚你。我这好药可不想白白浪费在你身上。你是担心我？我是心疼我的药。快走，
不然以后别想再爬我的韧墙。好，我走，这就走。温俊那狗东西，我和他打交道不是1天2天了，我自有法子对付他。走吧。好吧，那我走了。走正门，翻墙会崩开伤口。明日一早，你便带着孩子搬回你自己的宅子去住。你是不想让我受你的牵连，对不对？温俊是个疯子，谁也不知道他真疯起来会做出什么事。你还带着2个孩子，待在我这儿只会白白受累。好，明早我便带孩子们回去，有需要我做的事情，你尽管开口。有。宋英，出来叙旧啊！你不开门，我怎么说？我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还是不给小侯爷添乱了。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那些造谣你的人，我和少芝不都帮你解决了吗？乖，开门。哦，不开。哈哈哈，宋英，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令人讨厌。彼此彼此。小姐，切记柳小姐走前说的，该怂就怂，跟这种疯子较劲儿不值当。你说的对。真的不开？除非你把衣服全脱了，我便开门。哈哈哈哈！我知道了。小姐，小侯爷不会真的在脱衣服吧？保护小姐！上面是。这是咋了呀？里面那人是谁啊？那不是温家的小侯爷温俊吗？他跑人家宅子里做什么？难不成是要强占民房？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宋英，听话，过来。温小侯爷若是看上了我这小韩居，那我便宜卖与您，不贵，也就1000两黄金，但求您别强抢。你呀，原来这么贪财。什么？您觉得我这宅子还能再卖贵一点，要给我2000两黄金？可以的，我不嫌多。2000两黄金买这么一破宅子，温家当真有钱啊？到底谁抢谁啊？这宋大小姐也是个厉害的主。温小侯爷玩世不恭，如今也有为博美人一笑做傻事的时候。唉，男人嘛，得不到的时候最香。我们回去吧，让小侯爷再考虑考虑。宋英，小姐，他怒了。前面有个茶馆，要来聊聊吗？就在你家。茶馆，不去拉倒。好，但他们不许跟着。小姐，千万别去，这疯子说不准会做出什么事。在外面，他不敢把我怎么样。若是不答应，今日就得一直耗在这儿。你和小米在外面守着，我若是往窗外扔东西，你们就带人冲进来。知道了。你如今怎么这般胆小？年纪大了，惜命。惜命？那你当年设计害我被人熊撕咬时，可曾想过惜命？当初若不是你把我往人熊窝里推，也不会发生那种事。这么说，倒是怪我了。是的，宋英，你可知道你回答我的每一句话都在作死？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杀你。我很想看看你别的表情。这还不容易？我现在就可以哭笑怒怕。小侯爷想看哪个？你以为我是岳少之，会容忍你那副永远端庄的细可脸？小侯爷今日来，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我不是说了吗？我要娶你。当真？自然。正妻？贵妻？要不小少爷入赘我宋家吧，我给你正夫之位。也行，新婚第一夜我就当官夫。我也可以当寡妇。岳少之当真是不知道你的好，你真有趣，我还真的想娶你了。放心，这回给你正妻之位。没其他事，我回去了。好呀，我明日再来找你喝茶聊天。你很闲吗？我把朝中所有的官职都辞了，今后每日守着你，怎么样？是不是很感动？不打扰温小侯爷梦游了。你说，我就这么把你从这推下去，你会不会再也站不起来？小姐，你还好吧？余粮侍卫来了。走，回家。小侯爷，王爷有请。走吧。小姐，要不咱们还是回侯府吧？那小侯爷再怎么疯，也不敢随意硬闯侯府。他越是躲事烦得紧，今日在大街上闹这一出，以京城八卦的速度，要不了多久就会传到他老子耳中。
有温老将军牵制，他短时间内蹦跶不起来。这个温小侯爷真的好讨厌，咱们都没招惹他，干嘛总来烦您？年少轻狂惹的祸，由他去吧。小姐，边关战事吃紧，好几位需要从外采买的药材都断了货，咱们是不是该去寻雨先生请教一下，有没有替代的法子了？是该找雨先生问问。你又掏出来的？给你的，你打开看看。这是房契，这是田契，还有我在京里的各家铺子，全都在这儿。我都去衙门办好了，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下你的名字，盖个指印就成了。你疯了！我给你的保证你可以不信，但这些家当是实实在在的。往后我若惹你不高兴，你随时可以带着他们走。我不要。你不要也没关系，反正这些契支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了，你想怎么处置都成。这是我霍琛全部的家当，我真的没有私藏一分一毫。东西你拿回去。我是哪里还没让你满意？我究竟该怎么做？怎么了？没怎么。霍将军，你其实挺好的。既然觉得我好，干嘛不同意？霍将军，你为什么要娶我？因为喜欢啊。可我不喜欢你啊。霍将军，你知道我和岳少之为什么在一起吗？当然知道，是你父亲为了利益将你嫁给他的。既然知道，你也该清楚我父亲是个精明的人。你凭着一腔热情娶我，你觉得他会轻易答应吗？老子要他同意什么？我懂了，你放心，你父亲若是不同意你嫁我，那我就入赘你家，白捡一个大胖女婿，他还有不答应的道理？霍将军做事可以由着自己性子来，可我不能。怎么不能？你可要想清楚了，你和我在一起，要面对的不仅是你我父辈的压力，还有这全城人的唾沫星子。阿英，我要是怕这怕那，早就跟别的女人成亲了。上天给了我重新遇到你的机会，我还因此畏畏缩缩，我他娘的就不是个男人。你父亲会打死你的。老头子又不是第一次想打死我了。阿英，我知道你心里怕什么，岳少之那狗家伙伤了你的心，可我绝不是他。你要不先要了我试试，我若做得不好，惹你不高兴了，你随时将我扔了，我绝不纠缠。你当自己是什么物件儿？说扔就扔。嘿嘿，你把我当什么，我就是什么。东西你拿回去。宫宴那天，我看得出来，你父亲并不喜欢我。若是喜欢，那日大将军霍雷鸣也不会抽霍真的鞭子，让他缺席宫宴。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将军府找那老东西说清白。你性子这么急，这种事岂能硬来？我不了解大将军为人，但你若乱来，只会适得其反。放心，我跟他先礼后兵，这个既然给你了，那就是你的，我绝不拿走。小姐，奴婢刚才在外头听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奴婢打听到温小侯爷不在京中了。这确实是个好消息，短时间内他没法来找麻烦了。就是，您总算能清静几天了。小姐，霍将军是不是好久没来翻咱们的汉墙了？他又不是爬虫。奴婢就是有些日子没见他了，他该不会是反悔了，不想跟小姐好了吧？你这丫头怎么天天盼着他跟我好？霍将军这人很真呀，一点不作假，才不像摄政王冷冰冰的，整天不说话就会用眼睛温人。你背后说他，小心被摄政王听取，关进大狱。哼，奴婢不怕，大不了掉脑袋，18年后还来当小姐发。傻丫头，18年后我都当你祖母了。那我不管，小姐到时候还得把我捧在天上宠着。好，都依你。小姐，外面有一位年轻男子求见，只说要见你。小敏，不会又是那温小侯爷吧？不是，是个瞧着才18、19岁的年轻公子。出去瞧瞧。见过宋小姐。你是？在下霍禅，是霍真的二弟。请坐。不必了，宋小姐，我今日过来只是替我哥传几句话。我哥说之前是他没考虑周到，耽搁了宋小姐的名节，让我代他向您说声抱歉。往后大家就各过各的，互不打扰了。既然是他的意思，你让你哥霍真自己来同我说。他已经离京了。知道了，那便麻烦霍二公子代我向霍大将军问声好。我会带到的，告辞。凡儿，替我送送小霍将军。是，霍公子，请吧。你这一送，竟送了1个多时辰，瞧着一头大汗，先喝口水。小霍将军是直接回了将军府，奴婢在外面溜了一圈，见着没狗洞可钻，就拉了个给府中送菜的农户问了问，
可以确定的是，霍将军真的不在将军府。然后奴婢就去城门口打听了，遇见平日里的老何叔，他说晚上有瞧着一支车队出了城。什么时候？3天前，夜黑风高的。发儿，可有打听到杨虎、莫奇2位将军是否还在郊外驻扎的军营？这个给忘了。奴婢回来时迎面遇着于侍卫了，他还盘问我在干什么。奴婢怕露馅，就说被小姐您放养了，天天在城里瞎溜达。然后我就赶紧跑回来了。乖，小姐，咱们要不要去找霍将军啊？你知道郊外军营在哪里吗？奴婢这就去打听。小姐，打听到了，他们的确在郊外驻扎的军营里，就在西南方向，离京城大概10里地。去叫上小米，明早我们前往军营。小姐，您是觉着霍将军躲在军营里吗？不，他老子既想要断了他的念想，就会把他送到我容易找到的地方。快去准备吧。好嘞。小米，我们就在这里等吧。你先过去，说你是将军府家丁，来找杨虎、莫奇2位将军。是，小的这就去。宋小姐，嫂子，你们知道霍真在哪里吗？大哥他怎么了？霍将军好些天没来翻我家小姐的墙头了，你们怎么当手下的？那肯定是大哥翻累了呗。哎呦，你打我做什么？白痴，你还没明白吗？大哥出事了。哦，霍真失踪，霍然上门传话。哇，不愧是我大哥。宋小姐，你希望我们做什么？能联系上他的只有你们了，我只是要他一句准话。我懂了，这点宋小姐放心。老将军再怎么说也不会将大哥送到荒山野岭，他只想断了大哥的念头。以我看，多半是送去了别的驻扎地，再远也就是边关了。宋小姐放心，我们兄弟几个一定想办法帮你找到他，带他来见你。不用带着他来见我，我说过，我只是要他一句准话。若是霍真在大将军的压迫下后悔退缩了，那我们便就此散了，我继续过我的日子。可若他还没放弃，那我就在这儿再等等他。事情说完了，咱们各自回去吧。是。参见王妃，见过母亲。姐姐，好些日子不见了，奴儿心里一直挂念着你。是好些日子没见了。摄政王宽厚，体恤诺儿有孕，特命我去王府照顾。这不，诺儿非要亲自来侯府接我。这孩子自个儿还怀着身孕呢，一点都不小心。确实不太小心，妹妹肚子里的将来可是摄政王府的世子，马虎不得。姐姐，大小姐，侯爷还在书房等您。王妃，母亲，我先去见父亲了，免得父亲久等。去吧去吧，莫让侯爷久等，不然他又不高兴了。温小侯爷去了雍州，你知道吗？不知道。小侯爷这人虽然行事乖张，阴晴不定，但再如何，他也不敢在京中做出目无方法的事。你如今已经和离，行事当求沉稳，切莫要过于敏感了。这是在警告我，在大街上和温健拉扯，有损侯府名声，嫌我小题大做呢。父亲教训的是，不过是小侯爷与女儿关系还行，他爱与我闹着玩，女儿自然也就同他闹一闹罢了。你呀，跟你母亲一样，一遇到正事就惯会扯东扯西，避重就轻。父亲教训的是。霍真最近还来找你吗？父亲为什么突然提起霍少将军？霍老将军不同意。那文俊呢？若是父亲想让女儿嫁于他，那女儿只能当寡妇了。你终究是要嫁人的，你姑姑和霍连明有渊源，当年你姑姑本该是嫁给他的。那为何没嫁过去？因为你祖父没看中他。所以祖父这次是看中霍真了。石鹤要回来了，你祖父说他现在性格有所收敛，所以就让他回来了。他回家后你也回来吧，一家人总要见面团聚的。知道了。去吧。是。小姐，侯爷是不是又训您了？还是说又逼婚了？比训我逼婚更可怕。宋石鹤要回来了。啥？刚走一个温小侯爷，又来一个宋小侯爷，真烦！你小声点儿。以前您是摄政王妃，他还不敢跳到您跟前，现在您和离，小侯爷还不得跑到您眼皮子底下撒野？
不管他，他要是敢来我小寒居，你们给我把他打出去。奴婢一定照做。奴婢回去要做一根细柳条，那东西打在身上可疼了。乖，在此之前保存气力，去长阳侯府。小姐，你要去见侯夫人吗？当真是稀客了。直说吧，找我何事？我今日见了父亲。哼，所以呢，是他叫你来找我的？父亲跟我说了点您年轻的事儿。都给我滚出去！你到底来干什么？姑姑，您觉得我要不要嫁霍真？什么我觉得？你想就嫁，不想就不嫁，我又不是你亲娘。姑姑，霍真被他爹偷偷送走了，他是不是还记恨当年的事儿，所以才这样做？把大人的恩怨算到小辈身上，这霍家有什么可嫁的？霍真已经把他的全部家当给我了。真的全给你了？这事儿我只跟姑姑您一个人说。所以你是定下霍真了？我本想着他父亲同意，我就点头，结果第二天他就没再出现。后来得知是被老将军连夜送走了。有病！石鹤要回来了。那死孩子回来干嘛？跟着老爷子在山上出家不好吗？毕竟是我爹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哼，说不定你爹在外面还有一个呢。姑姑，这话可不能乱说，母亲听见了定要闹。哼，就你爹那个样，谁不知道？能有一次就有第二次、三次、无数次。说不定现在跟宋氏和称兄道弟的里头就有私生子。你呀，别跟你娘一样瞻前顾后的，看着都让人闹心。还有事吗？没事就快走吧。我送姑姑。行了，别把你对付你爹那一套用在我身上。你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快走吧。侄女告辞。小姐，侯夫人是不是又训你了？从小她就不待见您，每次说话都夹枪带棍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跟您吵架呢。姑姑还是疼我的，只是她的心思早被当年的事消磨干净了。两位姑娘，宇先生就住这里。多谢小道长。小姐，里面静悄悄的，宇先生好像不在家。我们就在这里等吧。他性子虽怪，但医术通神。你仔细着点儿，别蝴蝶没扑着，自己先摔个狗吃屎。不会的，奴婢只是跟他闹着玩。哎，小姐，宇先生回来了。参见摄政王。既然都认识，就一起进来喝杯热茶吧。岳少之怎么会在这里？绝不能让他知道我来求药材替代之法。阿英，你还愣着干什么？老夫今日就要远行，你若再待着，可就没机会了。王爷大驾光临，不知所求何事？本王想向先生求一副安胎的方子。内子身体羸弱，所需的几味安胎药材如今因战事断了货。本王不想耽误时间，特来请先生看看，能不能开出替代的药方。他也是来求药材替代之法的，原来是为了送撵儿。药材吃紧的事，老夫也听说了。不过，老夫得先看过王妃的脉象，才能定夺。如此，多谢先生。阿英，你呢？今日来找老夫何事？说起来，4、5年不见，你都长这么大了。以前跟在老夫屁股后面，像只小麻雀似的，问得老夫疼。既然摄政王的事情紧急，先生还是先随王爷去吧。我在这里候着便是，并不什么急事。那行，你在这里等着，老夫去就来。先生与宋应是何时认识的？宋应没跟王爷提过吗？老夫也不记得具体日子了，只知有4、5年没见那丫头了。没想到如今长大了，倒变安静了。不过她嫁人了吗？老夫周游列国，倒认识不少青年才俊，正想给她做个媒。她嫁人了？嫁了就行。那丫头在药理上极有天赋，一点就通。谁娶了她，倒是一辈子不愁生病受伤了。她的医术与先生相比如何？她是先生的徒弟。老夫想教便教，之后的造化全看他自己。至于徒弟，王爷应该知道，老夫平生从不收徒。这新的安胎方子只能用1个月，1个月后得根据王妃的近况重新换方。1个月后先生可在京中？老夫居无定所，且不走远路。1个月后，王爷要么把王妃送来见我，要么另请高出。那先生觉得宋英
她能行吗？哈哈哈，那丫头如今还来找老夫请教替代药理，就说明她从未荒废过。安胎这等小事对她来说简单的很，你若信得过她，1个月后找她便是。小姐，快醒醒，先生回来了。先生可算是回来了，我和小姐等的花都谢了。哈哈哈哈，你这丫头当真好玩。于世伟，老夫都到了，你怎么还留在此处？回先生，王爷下令让属下在这里等候，务必亲自护送宋小姐回宅。小姐，王爷这是想拿先生的事威胁您吗？咱们怎么办？不用麻烦于侍卫了，我自己有车回去。王爷有令，属下务必护送。于侍卫，你回去告诉岳少之，想让我帮宋若儿安胎，没门儿。他真是这样说的。是，宋大小姐的确是说没门。哼，这脾气当真是变了。温俊那边有消息了吗？小侯爷已成功入关，告诉温俊在关外收敛些，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少芝，我给你熬了羹汤，快尝尝。这些事交给下人做便是，你怀着身孕，可不能累着。我喝了雨先生开的药，好多了。少芝，我母亲自生了弟弟后，身体一直没恢复，也请过太医看诊，却没甚成效。能不能也请那雨先生为母亲调养调养？他已经走了，不过无妨，我让专门伺候太后的陈御医来给你母亲看看。陈御医，这万万不可！若是被太后知道了，岂非得罪了他老人家？不用担心，你是我妻子，这是应该的。少芝，谢谢你。夫人这身子寒气太重，药效得下猛些，可偏偏缺了2味极紧缺的主要调和，否则夫人的身体受不住。陈御医是哪2味药？我母亲每到冬日便浑身发冷，耽误不得。明桑、火之草。本王记得宫中库房里有。王爷，那明桑和火之草是特意留给陛下和太后调理身体用的。少芝，万万不可动用宫中的药材。我突然想起来，姐姐手里有一间药材铺子，说不定她那里会有。诺儿，算了吧，我这身子骨习惯了，大不了冬日里屋里多加点炭火。何必去求你姐姐，让她为难？娘，只要能治好您的病，就算姐姐让我跪下给她磕头，我也去。你还怀着孩子，去求他做什么？我去。你留在府里好好养胎，这些事全交由我。大小姐，火之草如今就剩这么多，唯独那明桑，京城里除了咱们和另一家，再无旁处有了。属下已经对外挂了闭门不卖的牌子。你做得对，如今战事吃紧，往后缺的药材只多不少。这是我新写的药材替代清单，你派人暗中将这些药材收上来。是，属下这就去办。小姐，摄政王来了。把大门锁死，告诉他我死了。宋英呢？小姐她不在。告诉宋英，本王来买药材。好嘞。我家小姐问王爷，您打算出多少钱？1味药材500两。小姐说了，前面4味药材成会3000两银子，最后那1味药要黄金2000两。哼，大阴朝也并非只有他这一家药材铺。小姐也说了，王爷若是不乐意，慢走，不送。小姐，王爷已经走了，咱们真不赚他的钱吗？我已经开了价，他要是愿意，自然会出。他肯定要货比3家，不过这上面的药材，京中别的药铺早就断货了。随便，反正要从我这里买就是这个价。我小韩居不缺他这一个客人。王爷为什么突然急着买药？难道是为了洛儿小姐？宫中太医多的是，够给他用了。太医若有用，他何必求医？他过会儿肯定还得回来，到时候咱们把价格提1倍。你倒比我还贪财。奴婢是替您心疼，那几千两银子还没王爷送诺儿小姐的南郊珠贵呢。小姐，摄政王又来了。
打扰我吃饭，今天没得聊，告诉他不见。小姐，王爷说就以您白天的开价来。晚了，告诉他现在的价格是白日的2倍。小姐，对不起，小的拦不住。你下去涂点药。王爷强闯，是同意我的开价了？你心里有气冲我来，那晚是我主动引诱满儿，与他无关。王爷，你还真是自作多情。第一，我是就事论事，这药材全程断货。第二，你耽搁了半日，物以稀为贵，翻倍是理所当然。第三，你这药根本不是给宋若儿安胎的，是给周氏治救急的。既然是他用，我开10倍你也得受着。你若要硬抢，我明日就回侯府，把这事闹得鸡犬不宁，看谁更折腾。好，依你。余良，给钱。前面4味药，我这就可以让小米打包送去，但最后1味稀罕药，你得等5日，我配出等效药代替。宋英，你玩我！你不信，可以另寻名医。一言为定。呸！看来在王爷心里，宋娜儿和他娘也比不上这些真金半银重要嘛。这药材质地极佳，只是还差了最后味。5天后送达，你先去将现有的药熬制出来。娘，太好了，您的寒症总算能根治了。多谢摄政王，谢过御医。少芝，谢谢你。为了我母亲的病，你还特意跑去找我姐姐，她没少为难你吧？我代她向你赔罪。无碍，不过是桩生意。她做了你2年的王妃，你从未为她破例，如今却为了我。她怎么能跟你比？本王与她毫无感情。你安心养胎，我去忙了。你去陪你母亲吧。你们都下去，我陪母亲。娘，少芝待我是真的好，肯为了我去向宋英低头。他是爱你，但你记着，若不想以后凡事求着宋英看他脸色，不如把他的药材铺子夺过来。可那是大娘留给他的，他怎会同意？那又如何？当年我手里的那些铺子，不也是让你父亲从韩氏手里强拿给我的？如今你祖父和父亲都在，更有摄政王当最后的助力。听娘的，这叫物尽其用。娘，这样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若非岳少之出面，凭你抢了他男人，他能答应给你药？娘，你说什么呢？什么抢？明明是我和少芝两情相悦。是娘说错了。好啦，不气了。你好好养胎，铺子的事儿娘来办。不许麻烦少芝。好好好，不麻烦他。